像我老婆有时候会说掌状，对啊，她可能的意思是西马步的那种的。对啊，那你要问他，你站桩是在练什么？所以大家对掌状的概念也不同。对吗？是不是？你站桩是要练什么吗？OK。是，你知道目的了，你嗯，才知道你做的对还错啊。那你的方法能不能达到那个目的嘛？然后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嘛？对，是不是？我自己大概16岁到20几岁也有练那个。对啊。然后我去那个少林的去学少林，他说你不会继续练，你的肩膀都变很轻。对啊，对啊。他就是说你完全不行，不可以再练。对啊。这是元豪买的，这个多少钱？我忘了，好像600多块，什么东西啊？500-600块。就现在我也看到网络上面卖这种东西的很多很多。这就我讲的，我们以前我们叫做那个手撑子，手撑子是属于暗器类，就放到身上的随身带的。那这个对于八卦的手法跟身法比方我跟你们讲过那个小天心手法对于小天心手法来讲，他就拿这个东西用就是很好用。那这种东西呢，以前是用什么做的呢？是用生铁，他们还很讲究，生铁还要用马尿淬，用马尿来淬那个铁。什么原因？因为它很脆，你练出来以后它很硬，可是很脆。为什么要很脆？就是这个东西打完人以后往地上一摔就碎掉了，就你没有证据了要把凶器毁掉了所以以前这个东西它是一种很狠的，是保命的东西。那现在慢慢有人用，有人做的比较长说是峨眉刺或者什么等等的很多名称。那我们八卦练的用的东西呢，就比这个稍微长一点，就是你握起来稍微多出来一点。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它不是去要刺穿人的，它不是刺穿人，它是打关节、打关节跟打血的那这个东西对我们现在随身携带防身也很好。但是呢，我这个东西有很多种有用木做的，木头做的呢，可以找好一点的木头，因为木头是一个什么好木头是什么？好木头是可以盘玩的东西很多木头，你一直盘玩它，你自己的感觉也很好，练手指练这些然后它是一个把玩件把玩件，在外面警察看到别人看到也不觉得它是凶器，也不觉得它是伤害人的东西，它是一个把玩件你上面甚至可以雕，可以做一些雕刻，所以我有木的对，这是我们以前做的是吧？有木的，它这个有一个它这个是它可以转的。或者你现在不要做这个，你就是像这个有一个孔嘛，你就拴一根绳子，打一个圈，也可以也可以。这个东西以前就是什么？它是两端，一端比较尖，一端没有那么尖它一端是做成那个叫做八宝形，就是六个边的那样子。另外一端呢稍微尖一点。它尖也不会非常尖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它不要打出血，它不要打出血来，所以它是圆的尖。所以这种东西现在人不了解，现在人都把它做得很尖都做得很尖不要。
你做那么尖啊，打出血来的伤害跟没出血的伤害是两回事情啊。所以我说，第一个你可以用好木头做一个，我也有什么的，我有玉的有玉的。那个古玉啊，我曾经买过那个石器时代的玉，因为石器时代他们用玉啊做成很多的工具嘛，刀啊、钻啊、磨东西的嘛，有这种形态的，有那样子形态的，一端比较粗，一端比较细啊，有石器时代有这样的东西。我也有这种形状的什么金刚杵式的，西藏那个金刚杵啊，有很多种形式，有一种形式就是这样的形式所以现在要戴的话你可以用很多好的材料，可以把玩的东西，或者刚才讲宗教性的把玩的如果不重，你就可以变成你的坠子；重你就挂腰上，挂到皮包上面不妨害。但是需要的时候，也许可以保命。但用这种东西，我还是讲，还是那个说法，就是身法步法最重要，否则你拿了这个东西也没用。你没有身法步法，你不知道怎么动，你没有那个胆气你没有那个，给你一把机关枪也没用，你不会打的晓得吗？所以认知很重要，认知很重要。我看那个清代的那个侍卫口述写的那本书，你不会相信，他们后来找德国军官来教他们那个战术动作，匍匐前进他们不会做匍匐前进。清朝那些侍卫那些八旗善扑营的那些他们不会做匍匐前进。人家前面枪在那边打机关枪那个德国那种叭机关枪打，他们还是挺着身子往前冲，因为他们观念里面没有匍匐前进这种东西。我看到这个我才那个人的认知真的非常可怕，因为观念里没有，你知道吗？观念里没有这个东西，你就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存在，你根本不知道有这种动作存在，因为以前中国武术里面没有这种需求，以前中国武术里面没有这种需求，尤其是摔跤的，没有匍匐前进的需求所以德国军官来教他们匍匐前进，他们一个不容易做，第二个觉得很奇怪那当然看到洋枪看到那些东西也是产生很大的恐惧跟教给你也不会用，因为你头脑里没有所以我们练拳，我们讲要防身自卫，要什么东西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你头脑里面要有那个东西。我刚才教你们的这个东西，这种东西你们做不来。为什么？第一个是你头脑里面没有，你头脑里面没有这种东西嘛，你头脑里面没有这样子，你甚至觉得这种东西好像男生做这种动作好像很不正经。你头脑里没有，你就绝对做不出来。所以当你练了以后，你这种东西练了以后呢，你练的我可以做了，而且做得很顺利，你的头脑里面就有了，你就认可这个东西了。当你认可了，你头脑有了以后，当你需要的时候，这个东西它就出来了。那用这个东西跟我刚才讲的这种动作非常重要，晓得吗？
就我这里一让，这个就下去了；我这里一让，这个就下去了；我这里一让，这个就下。所以有很多的，它有很多的武术里面很多的东西的使用啊，很多器械的使用啊，现在很多人他不会用，拿来他就照他的方法乱砍、乱劈。为什么？因为他头脑里面没有使用这个东西的那种身段、那种变化，他头脑里面没有，所以你给他一个东西，他不会用，他不会真正的用。你们就看现在拿那个鸳鸯钺的就晓得了嘛。拿那个鸳鸯钺的还是什么？还是劈啊、捅啊、砍啊，跟用刀一样嘛，跟用刀一样嘛。那如果是这个样子，他为什么要做成那个形状？就你不理解嘛？你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做成那个形状？为什么？因为你的身法步伐里面没有任何可能的动作去配合它，去使用它。听不懂？所以我在教你们的东西，我现在在教的东西，我不太注重教套路，我套路很多啊，那我可能就传不下去了，套路就传很多套路传不下去了，没有关系。我现在在教你们的是什么？身体的各种可能性，使用身体的各种可能性，晓得吗？这个东西最重要。你如果练一趟拳，你把它练得非常熟练，你练的可以打老虎打熊，练得那么厉害，这套拳练得那么厉害，很好。可是你的身体呢，可能性就只有那个了。听不懂？那这不是你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所需要的。所以大家现在在练。你们需要的是什么？你们需要在现在这个时代，因为人为什么这个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的人身体越变越什么？越变越可能性越少，越变越僵硬，各个关节的活动度的可能性都没有，晓得吗？所以变成你身体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我就可以这样做。然后，如果你们像他们这一代长大起来，如果看那个机器人的动作看久了以后，或者那个动漫里面那种人的动作看久了以后，他们就变成那个样子了。你不要验证我的话，你可以验证。你们这个年龄可以验证。我跟你们讲，看机器人的动作，现在那个语速机器人那些出来那些。动作起来以后，年轻人就学他们的动作，或者动漫里面人物的动作，你们去看。以后那些年轻人长大，他们的动作就变成那个样子。